各位居民，早上好，这里是阅读通讯。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，星期二。今天有3条头条新闻，稍后还有为开发者准备的深度精选。先来看头条。第一条 ，Reddit 社区热议，美国地方法院受理针对 Anthropic 的集体诉讼。原告指控 Anthropic 在使用限制方面误导客户，未如实告知 API 调用限制，导致客户产生意外费用。若此案成立，可能迫使 AI 公司更透明地披露服务条款与用量上限。这意味着 AI 服务的使用成本可能不再透明，用户在调用 API 或订阅服务时，需更仔细核对用量上限与计费规则，避免因条款模糊而产生意外支出。第二条 ，Reddit 社区热议 ，NVIDIA 宣布自2021年以来首次债券发行，计划筹集至少200亿美元。据 Bloomberg 报道，该公司将通过首次债券销售完成此次融资。此举旨在为业务扩张提供资金支持，并标志着其深度参与 AI 行业的债务融资热潮。这意味着 AI 基础设施的扩张正依赖巨额债务，或许将推高算力成本，开发者需警惕服务涨价，普通用户则可能面临订阅费上涨。建议关注后续价格波动。第三条 ，Meta 推出 Facebook 新 AI Mode 搜索功能，其生成结果的数据源包含用户的公开帖子。该功能与 People 和 Marketplace 等常规搜索模式并列，是 Meta 近期推出的多项 AI 特性之一。此举引发隐私关注，因用户公开内容将直接参与 AI 结果生成，需警惕数据使用边界。这意味着你的公开动态可能直接参与 AI 搜索结果生成。或许建议留意数据使用边界，毕竟当个人内容成为模型训练素材时，隐私保护的界限正变得模糊，需警惕潜在的数据滥用风险。接下来是今天的开发者深度精选，先看第一个 ，RxV 文发布 Token Pilot 框架，旨在解决 LLM 智能体常会化中的上下文累积成本问题。该框架通过全局的 Ingestion-Aware Compaction 稳定前缀，并结合局部的 Lifecycle-Aware Eviction， 基于任务相关性卸载内容。实验显示，在 PinchBench 和 ClawEval 测试中，其成本在隔离模式下降低 61% 和 56%， 在连续模式下降低 61% 和 56%， 在连续模式下降低 61% 和 87%。该项目已集成至 LightMem 2。代码托管于 GitHub ZJLP PyLateMem 2，适合在常会化场景下使用，可显著降低 LLM 智能体的上下文累积成本。第二个 ，RxV 论文发布 DreamX World 1.0， 这是一款通用的交互式文本、图像转视频世界模型。该模型支持相机导航、区域重访及提示事件，涵盖写实、游戏及风格化领域。其通过因果强制、DMD 风格蒸馏及长序列训练，将双向视频生成器转化为自回归模型。结合 ePROPE 相机控制与内存条件场景持久化技术，在8张设备上实现最高16 FPS 的运行速度，适合在写实或游戏场景中利用相机控制与事件提示生成交互式视频。第三个 ，RxV 论提出 Reflective Masking RM 技术，使 Mask Diffusion Models MDMS 具备多轮推理能力。该机制通过轻量级后训练，让模型基于演变语境迭代修订先前输出，无需架构改动。研究引入 History Reference 机制，利用中间去噪状态，在文本生成、数读及图像编辑等任务中，其表现均优于标准源码基线，适合在文本生成等任务中通过轻量级后训练实现多轮迭代修订。以上就是今天的阅读通讯，如果哪一条让你想多了解一点，去对应的官网或者原文出处搜一下，就能找到完整的内容。那么今天就先到这里，愿你有个安稳顺心的一天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